好久都没跟大家分享菜园的信息了，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我5月底的菜园是一个什么样子。今年的菜园，我蔬菜种植的品类是比较少的，而且种植的时间也比往年要晚上了不少。今年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极简种植了吧，比较简单，种的也竟是一些比较好维护的品种。像这一片，这些是种的豌豆，其实是甜豆的品种。看现在长出的这种长度，已经是可以掐豌豆尖来吃了。我是种了这么整整的一排，大概有100多英尺长吧。我是种在枣树的旁边，然后那边是葡萄架，也就是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好的用途，我就给种上了很长的豌豆。因为如果要是不种豌豆呢，这一块除草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所以虽然是说种的多，但是像豌豆啊，还有其他豆类的品种，都是属于比较好维护的。种下去之后呢，基本上就不用管了，掐豌豆尖吃，然后就等着它结豌豆荚，吃豆荚还有甜豆了。旁边的这些枣树呢，现在叶子基本上都已经长出来了。我看枣树这些芽长出来之后呢，上边很多也都是带着花芽的。希望今年这些花开了之后，能够把果坐住吧。看看这长出的枣调上边那些小小的小圆粒，就都是带着的花芽。这枣树呢，还是年头太短太细了，一般开花之后能结的果子也不是很多。今年我争取能给它水肥管理到位一些，看看是不是能有比较好的效果。这枣树旁边这一块呢，还有一点点空地，我们是打算今天就给它再埋一些小冬瓜的种子在这旁边，然后让它在这一片空地上爬。这样的话，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有不少的小冬瓜了。这里呢是家里发芽的土豆，被我埋在这儿了，这才没过多长时间，就都已经长出来，长这么大个了。这一排呢是樱桃树，然后前面还有枣树和梨树。这一排是以前种的覆盖作物，让它自生自灭的，年年让它自己生长。像这些羽衣甘蓝呀，还有各种的草，还有小花，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品类。现在长得是非常茂盛，而且开出花在这一片也是挺漂亮的。同时呢，又把这片地表给覆盖住了，既保持了水土，又能让这块地呢长不出其他的杂草。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长不出了，就是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杂草的生长。这一片覆盖作物，还有这排枣树的中间位置，我也是种了一些蔬菜的，主要就是番茄、柿子椒和茄子。当然是大量的都是番茄了，像这种是樱桃番茄。这边种了几棵，我现在是用简单的是用西红柿笼子放在这儿的，后边呢还是要给它两边弄 T-pose 的，然后搭个小架子，因为樱桃番茄它爬的高度是非常高的，能长很高，这样有个架子的话，以后能结很多。当然后边如果没时间呢，就这样凑合了，也能结不少的樱桃番茄。当然后期它长出来之后呢，可能就耷拉到地上了，肯定是影响产量的。后边再有就是普通的大番茄，像这种 Brandy One 白兰地9，这种番茄也是我们每年必种的品类，也是非常好吃的。当然这片地以前因为是种过白菜，旁边还经常会看到一些小的白菜苗长出来，这种呢平常要是收集呢，也是够我们吃小青菜了。这边还有点儿，当时是买种子种的一些柿子椒，现在好像出苗效果很差，所以像柿子椒这些呢，最好还是能够给它育苗再种会好一些。你像这个才这么点儿，这边还有一棵野生出来的白菜，这应该是大白菜的品种。再往前看看这些甜椒的品种，这棵也是很小的小苗。这儿也是，
我们倒是不着急，让它慢慢生长吧。不过现在这些杂草都已经长出来了，把这大草稍微的拔一拔。看那边还有这种小苗，我们是插着牌子的，以免因为太小找不到或者不小心给踩到。像这种小花儿都已经倒下来了。如果它旁边的这些覆盖作物碍事儿了呢，我们通常就是给它踩倒，往旁边踩一踩。这样的话，既可以在它周围形成一种保护，抑制杂草生长，然后又不至于影响这些小菜苗。我看了看，好像有一些种的甜椒苗是看起来是死掉了，或者是有可能被小朋友不小心给踩了。哦，这儿有一个，这个白菜长得比较大了，像这我们没管它的，上边都是这种虫子眼儿。哦。哎呀，这茄子有阵子没过来看了，又是被跳跳虫给吃成这样了，得给喷除虫菊酯还有苦楝油保护一下。哎呀，那边也是。今年这种种植就是有点偷懒了，不是经常过来看，所以都没意识到现在跳跳虫都已经来了。哎呦，杂草再拔一拔。其实相比之下呢，像西红柿，也就是番茄，还是要更好种一些。看，这是我们更早的时候种植下来的，这都已经长这么大棵了。今年整体上来说，番茄我们种的也是比较晚了，这算是第一批吧。然后刚才前边看到的是第二批，我们后来还有自己又育了更多的苗，是第三批，这样就有3批的番茄可以了。看，2个小朋友已经过来了。刚才介绍了这枣树，还有这覆盖作物旁边种的这些蔬菜。其实今年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前在枣树这种旁边，或者说枣树和枣树之间的位置埋的这些草莓，今年也是发力了。看看这些红草莓都已经红了，这边也是。现在2个小朋友其实都有点不愿意过来摘了，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是妈妈说了好半天，终于想过来摘草莓来了。我们从这儿翻一翻啊，看好多好多，这只要扒开叶子，看这种，有些长得还是挺不错的，非常的圆润。豆豆，你找到多少草莓了？哦，这儿这么大呢，看，这有好多这种大的草莓，看，这边的估计都是被鼻涕虫给吃的。你看，只要扒开之后，这个多好呀！看看，看，来豆豆摘。哎，好，你们刚摘了3、4个呀？你们就是这样，每一排都是这样找，其实里边好多好多。你看，你不用到处跑，到处找。对呀，要把叶子给扒开啊！这2个小朋友就是这个扒开叶子也不仔细找，就是旁边的看看，摘那么2、3个，然后就跑了，就去另一排了。其实每一个地方，他们要是仔细找的话，都能摘出好多来。这种草莓呢是很好的覆盖作物，当然它中间像这种稀疏的地方也会长出这些比较高的杂草，这种如果长出来的话，给它稍微的拔一拔，等草莓把这片地都覆盖了，那别的杂草通常就长不出来了。哦，还有像这种我看 Home Depot 的什么有时候是把它当成花儿来卖的。我这个菜园里边也是长出了好多，给它拔掉。你看你们从这一排过来也是呀，这一排这些都是红的，你看那边也是有红的，你看这儿好多红的，看我随便扒开，这就到处都是。这个好多了，在那个后边呢。是的，很多很多，你看，都是很好的草莓。我在那后呢。啊，哥哥去找了。这个。对，你看，看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草莓，而且味道也挺足的，非常好吃。这给他们俩稍微指导一下，摘的稍微多点了。哎，不要那样扔，妹妹。
你要是摘上边有一半青的那种，吃起来就酸；如果是全红的，就特别好吃。不过都可以摘了，否则的话也被鼻涕虫吃了，好不好？再看看这些枣树，这种枣调上边这种小花儿。我这个好小，但是呢，对，你们只要看到红的就把它摘下来啊。这就是后边这个。对，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变红，如果我们不摘的话，最后都被鼻涕虫什么的都给吃掉了。2天3天就摘一次。对，但是你们每次根本就摘不全，你们好多红的都看不见。让他们俩继续摘草莓吧，我还是往后边走，给大家介绍我的菜园。哦，这边草莓个头更大一些。哦，你这个摘的真棒啊！看这边的小的冬枣树，这冬枣树已经是长得有年头了，我生长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哟，这个啊，把它放进去。你这个好丑，让我看看。你看哥哥摘了一个特别丑的草莓。这里有3个呀。家里种的草莓就是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都有。看，这就是被虫子咬过一次的草莓，你看。这，哎呀，没扔出去。这边是长得比较稀疏的草莓，这原来是种胡萝卜的，看，这是胡萝卜。今年这胡萝卜应该能开花了，然后我们也是想让胡萝卜开花之后，我们收集点种子，或者让它自己这种种子就掉在旁边，也可以长出更多的胡萝卜。我感觉这胡萝卜是可以多年生的，因为这一批已经是我们种了有2年的了，感觉好像每年都会钻出来，也是挺好的覆盖作物。当然得让它长得密集一些啊。我们想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前边那种空间的地方，看看是不是种点胡萝卜，或者是其他可食用的这种水果呀、蔬菜什么的。好奇怪的啊！这个好奇怪哦，你这也是长得很丑的。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对，豆豆也是一个很丑的。你们摘好的草莓好吗？有很多好草莓呢。看这些羽衣甘蓝。这种种子肯定是不缺了，我估计明年或者是今年秋天吧，就会长出大量的这种羽衣甘蓝了。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吧。如果它们是在这种小树的旁边太近了，也很好处理，就把它拔掉，或者是就轻轻的给它踩倒。你尤其是像这种长成大棵了之后，开花之后，这一踩下边就断了，就趴倒在地上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影响。哦呦，真棒！啊呀，这个都倒在草莓上了，我把它往旁边给它扭一扭。哦，像这种草，菜园里现在也挺多，这是属于比较恶的草了。哎呀，根系特别发达，怎么除也除不掉，只能是见到就尽量给它刨出来。这边是当时种了一批玉米，但是出芽效果不是特别好，后来又补种了种子。看，这是第一批长出来的，然后这是补种的种子，所以第一批的加上补种的，这后边长出来应该是能把这一片覆盖住了。然后玉米的前边，这离枣树比较近，这一排种了这种四季豆，像这种也是长出来了。这没种多久，这应该是当时跟补种玉米种子同时种的。像这种长得大的已经这么大了，长得小的像这种也都出苗了。到时候就是这一片是玉米，然后玉米前面一点有一排的这种四季豆。这样的话，像玉米比较高，它离这种比较低矮的枣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也不会挡阳光。然后这个离它近的这种四季豆呢，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了，因为比较矮嘛。同时呢，它还能给这个玉米前边这点儿，给它抑制一下杂草。来，我看看，哎呦，这个真漂亮啊！哇，
哦，这个真漂亮。这里有点。这个没事儿，这个只是压了一点点，但是很漂亮的。像这一片地呢，我也是撒上种子了。这应该是，我当时应该撒的是豌豆或者是毛豆覆盖作物的种子，有点记不清了。这也都是在这种过道的地方，因为我是要走拖拉机或者是割草机的。这旁边就是菜园的那个网了。这地方边界的地方种一点覆盖作物，这样也能抑制杂草。然后过道的地方就靠割草机走过的时候给割了，这样能绕着菜园把周边的地方的草都给它割掉。然后里边呢就是靠覆盖作物，还有我的蔬菜呀、果树呀，或者像草莓这些。当然，这菜园还有一个。目前还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是这一排。这一排我本来当时想给收拾出来，就一直没有动。这一排是去年的时候种，柿子椒、甜椒那些，然后还有茄子、西红柿，主要是这些东西。当时还铺了地膜，下边还是有滴灌的。今年本来是想把它都收拾清理干净，然后去种点别的东西。但一直也没有整理出来。这种呢，就需要把这些草先处理一下，然后把去年这些旧的杆子给它拔出来、收出来。当然，前边那种还有这种西红柿的笼子，这笼子也是需要整理出来的。然后就是把那红地膜给它翻出来，翻出来之后，下边的滴灌管儿。还要把它摘下来移出去，然后就可以把这地稍微的耕一耕了。看这一片是西红柿的地儿，哇，这一棵长这么大个了。这儿还有一棵，这西红柿笼子都要清理出来。这前面这几个是当时种樱桃、番茄的时候搭的这种 T-pose 的。这块草稍微多一点，其实当时拿割草机、手持割草机已经稍微的处理过一点了，但是因为下边有地膜，然后又有这种滴灌带，所以也没敢用割草机打得特别的干净，因为会把这些膜都打坏的。今年找时间吧，这是太忙了。其实像我种这些豌豆、甜豆什么的呀，或者像玉米什么的，都是特别的省时间的。你像这一排，我翻地，然后刨了3排的沟，然后撒上种子，然后再盖上，这也就是一个下班的晚上的时间，就这么一排到前面就都种好了。然后它第二次怎么处理呢？就是第二次的时候，就等它长到，当然现在有点高了，我是1周或者是10天前处理的，就是等它长到大概有6寸也就10厘米，或者是差不多吧，15厘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次中耕除草，也就是说拿锄头在中间稍微的走一遍，然后做一次中耕除草，这样的话草也除了。然后这个土也翻了一下，然后同时呢，这些豆类它的根部也有更多的土给覆盖住，这样的话对它的生长也有好处。当然，如果你想要它有更好的效果呢，还可以结合中耕除草，施点肥。我是因为把它当纯覆盖作物的，就是所以也没施肥，因为施肥也就浪费了，没必要。不施肥呢，你掐点豌豆尖什么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它也是照样长，只是没有施肥长得那么快或者是那么壮而已。做覆盖作物是完全没问题的。豆豆，你是乱扔好的草莓呢吗？豆豆呀，你是把好的草莓给扔了吗？我不小心了。不要扔好草莓啊！这小朋友就是因为草莓太多了，懒得摘，然后摘的时候呢又老是玩，把这好草莓都当成石头给扔出去了。一会儿喊丽丽过来掐点豌豆尖，炒一盘豌豆尖吧。现在感觉这个每次过来掐豌豆尖都是一个活了，因为掐豌豆尖还是挺费劲的，掐好多才能炒一大盘子，够我们全家人吃的。
豆豆呀，你看这个，这里边我这儿就能看见，里边起码有几十个草莓，你看，看了吗？都是红的。啊。不要来我这儿，你把这个都踩坏了，不要在这个地里踩啊！你看，你看那儿，是不是？这里边全是红草莓。不，你从前边走过去，然后再走过来啊。麦麦，你在干嘛呢？你不用找了，扔出来就扔出来了。你找到它也摔烂了。这两个小朋友净顾得玩了。来看看葡萄吧。葡萄，我看已经要开花了。看看这些，看已经长这么大个了，这明显就是马上就要开出花来了。这一排的我还没有掐尖儿，前面那些长得快一些、大一些的，我把好多尖儿都给打掉了，尤其是像这种壮的芽，尖儿打掉了。看下边的葡萄，这是已经开花了，看得非常清楚了。这些也是，这种也是把前面的小尖儿打掉了。这样的话，它能把营养主要供给给这种开花的小葡萄，这样坐果率会高一些，而且将来葡萄的个儿也会长大一些。可能如果要想让它长得再大呢，还得疏果，就是每一串葡萄都得疏果。我们也是比较偷懒，有时候就懒得弄了，自己家吃，长什么样其实也无所谓吧，只要稍微的处理处理就能长出不错的。这葡萄倒不担心这些，葡萄最烦的地方是它这真菌感染太严重了。花期呢还不能处理，就好在今年这一片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早期休眠期的时候处理过，然后早期的时候也处理过。但是后边等它葡萄结果之后，如果不管它的话，那这真菌感染还是挺厉害的。我有机的方式呢，结了果之后喷硫也不太好，会烧到葡萄，但是浓度稀一些是没事儿的。剩下就是溶剂，溶剂可能是可以，有机溶剂。然后当然对某些葡萄种类是不行的，还得测试。我家的这些应该是没事儿的。然后苦楝油是能防虫。哎，麦麦不可以从那儿进的，麦麦别从那儿进啊，你这会把那儿弄坏的。这是啥呀？这个小朋友他要把我这菜园的网给扒开，然后进去，这样的话他能进来了，这鹿不就可以钻进来了吗？爸爸，这个是啥？这个好像叫什么猫耳朵草，还是什么兔耳朵草来着？我以前记得挺清楚，现在突然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对，刚才说到这葡萄，后期的维护管理负担还是挺大的，尤其是等葡萄结果之后，那些斑衣蜡蝉也都会来，会把葡萄给咬的都是咬坏就很容易烂了。再结合这些真菌，葡萄就没法要了。所以别看现在开花多，然后过一阵子呢结果也多，最终能到9月份能收获葡萄，那真的是不一定。稍微疏忽了一下，错过了合适的用药和管理时间，那批葡萄可能就完蛋了。这一片还得拿手持的割草机再打一遍，这草又长高了。哎呀，往前走走吧。软岛猕猴桃长得枝繁叶茂的，这棵也是。哎呀，这种网我本来是想处理一下，把它这第一根铁丝下边的都给它剪掉，这样就留这上边的铁丝和中间这一部分。这样处理的话，下边比如说下边除草啊或者施肥啊什么的就方便很多，不然的话这网太低了之后，经常能搅到割草机里边，还是挺烦人的。再往前走走，然后从那边到樱桃树那一排看一下，这边也是去年种了一些香菜的种子，也是自生自灭，今年又长出不少，这又是一片。还有这边，
所以这一片呢，如果是采取纯有机的方式，那这些香菜我们是会掰一些回去的。如果哪一天这葡萄上边的真菌控制不住了，那用一些化学方式，下边的东西，这整个种植季我们就都不会用了。好了，来到了樱桃树的这一排了。刚才说这前边都是樱桃树，然后最前端、最远端的地方还有一棵枣树和梨树。然后这旁边，这里我们种的是毛豆，看今年出苗还不错。我种的也是比较密，因为吸取去年的经验教训了。去年是出苗率稍微有点低，而且出了苗之后就被兔子给吃掉了好多，几乎就没剩什么。今年就种的稍微多点儿。看这些出的还挺好的，这是那种毛豆。这个长出来应该是很饱满，豆粒比较大。等它豆荚青的时候摘下来煮，尤其是再煮点新鲜的花生一起，结合烧烤，那味道就更是不错了。今年当然没种花生，毛豆也是不错。这一排是用了地面的这防草布，然后前面是种了甜瓜和西瓜。前面这排都是甜瓜。这个，今年运气比较差一些，种的那个甜瓜种子是一颗都没出。后来我们测试了一下，在室内催芽，发现所有的甜瓜种子一个芽都不出，就说明这买到假种子了或者坏种子了。哎，这有时候种子也是还是提前测一测吧。有些种子确实偶尔的时候会买到完全不出芽的。这一批当时是种了，然后后来又补种了。补种的同时，我们在屋内测试了一下，就发现确实不出芽，这没办法，回头再换一个种子再补种一下。后边的西瓜呢，出苗率还可以，个别的地方没有出的，我又埋了种子补种了。但是其他的呢都还可以，大部分都出来了。看这种小苗，这种有的当时是埋的，我一般是埋3、4个嘛。你看这个埋了4个的，已经都出来了。这个像这么大，如果它再让它这个叶子稍微伸展出来点吧，我就可以给它挖出来，然后补到刚才那个没出苗的地方。其他的呢，如果长得不好的，就给它挖掉，不要了。这也是像这2棵，那这个长得比较好，这个回头可能就给它剪掉或者挖掉，不要了。这又是3个，这没出苗的可以补种，或者是说是补苗吧。毕竟前边这些，你看这种每个里边有3个的，或者是2个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有几个没出苗的，后边出1个。那一般撒种子种呢，还是里边撒3个吧，3个种子会安全点儿。你看我这一般都是撒3个，还是有很多只出了1个或者是2个，当然个别的是3个、4个。这是2个，所以根据情况，根据出苗率，撒3、4个种子是更安全一些。这一片是第2批的糯玉米，这是前些天才种下的。这边是一块3排，前面那儿是一块3排，中间能有一个过道可以过去。这样的话就不至于中间的地方呢，你将来处理啊，或者是掰玉米的时候够不到，就很麻烦。这种种法中间有一个大一点点的那个空间，这样中间走过去的话，靠里边的将来摘玉米也容易。如果处理那些虫子，打除虫菊酯啊，或者是多杀菌素，处理那种虫害的时候也方便一些。刚才前面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那种鲜食的毛豆，当然从后半部分我又种了一批的四季豆，像这种都是四季豆，这是那种不爬架的，也就是一簇一簇的这种四季豆，这种呢管理起来更容易一些吧。
将来长出豆子呢，就摘点豆子，然后回去焯一下水，可以放到冰柜里边冻起来。这是那棵小梨树，然后梨树的前边这些位置种的是毛豆覆盖作物，也是毛豆的一个品类，只是它不像刚才鲜食毛豆那样，它长出的豆子是非常小的，但是它整个这个植株会长得比较庞大，能把这一片都覆盖住。当然，我种的也是比较密一些了。这边这一小块也是毛豆覆盖作物。这样的话，如果这些毛豆长出来，最后秋天结了那种豆子之后呢，希望也能成为我这一片覆盖作物的一个品类吧。这样就会有毛豆覆盖作物在这边自生自灭了。当然，这种豆类呢是挺难的。因为像鸟啊、老鼠啊什么的都很喜欢吃嘛，它会把它掉在地上的豆子尽可能都给你捡干净、吃光的，所以也不容易。看这一片的覆盖作物，有小花儿，然后远处的黄花儿是相当的漂亮的，感觉是漂亮，然后又实用。我去看看两个小朋友草莓摘的怎么样了。每次他们过来摘一遍嘛，地就被踩得不行。摘多少了？让我看看，展示一下好吗？端起来让我看一看。哦，近一点，走到这儿我看不见。好，哎呦，哦，不少了，争取摘满啊，满满一盆好吗？我去外边了，你们俩在这好好摘。这俩小朋友就是第一批出来的时候可乐意过来摘了，也喜欢吃。你摘了3、4次之后，然后吃的也多了，也不喜欢吃了，也没有什么动力来这儿好好摘了，就是玩啊。哎，这黄花丛中这种小紫花，看起来还是这种点缀相当的漂亮。小的樱桃树，这棵樱桃树长得稍微大一些，前面那棵樱桃是当初上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就剩下边的部分了。希望还能活过来吧，刚好到时候留一个矮一点的开心型，或者看看这个芽子能不能再长高长壮吧。这是小樱桃，小樱桃长得还是更壮一些。然后前面还有一棵蜜罐枣呀，看这种又倒下来，压在毛豆上了，把它往中间的地方稍微推一推。看这种让它推到这儿，可以把下边的草盖住，同时呢，它的根部其实还是连着的，这种子还是最后能成熟的，一大部分能成熟。到时候打开种子之后就弹开，在附近有好多好多。哎，怎么了？哎呀，这两个小朋友啊，两个小男孩就是在一起，又老是想在一起玩，然后玩一会儿就会各种各样的矛盾、吵架什么的。然后吵完架，一个可能小的就哭了，然后过一会儿呢，俩人又玩上了。每天就是这样，这真是给人烦得不行。当然不管他们就好了，让他们自己解决吧。这棵梨树的旁边，这儿其实还有一个空位。本来早春的时候是想再种一棵另外一个品种的梨树，因为是欧洲梨嘛，它又是那种异花授粉的，所以一棵梨树不够，得2棵互相授粉才能长梨。这个地方，这儿我怎么觉得长了一棵桑树呀？这真的是一棵桑树。到时候可以把苗挖出来，嫁接我的那种果桑。啊，今年没时间，明年春天吧。前面那个小梨树现在也小，所以也不着急。我看这俩小朋友把这草莓扔在那儿，又跑了，又离开这菜园去玩去了。哎呀，真是，家里边有2个小男孩，真是闹腾啊。哦，右手边其实还有一大片的地，现在还是空闲状态。上面铺的是这种黑色的塑料布，这样的话它也不会长出草来。下边就先这样保护着，到什么时候有时间或者是想利用上这块地的时候，把这布卷起来或者是拉开就可以耕种了。
当然，现在还是麻烦的是下边有这种早期的时候我们种的东西的时候，下边每一排都是有滴灌，然后就是这种红膜。这揭开之后呢，得把这红膜都处理干净，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因为它会埋到土里啊，或者是有草根缠在一起。清理干净，再把滴灌拿走，就可以翻地，到时候就可以种植东西了。哎，其实说到极简种植，或者说到刚才滴灌呀、铺膜这些，这2年呢，我慢慢的就把它淘汰了，因为我感觉虽然这种膜吧，它也是那种厚度比较厚一些，就是不太会污染环境的，因为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清理下来嘛。你看这已经好多年了，它完全没问题，可以完整的给去走。但是毕竟你这地种了东西，铺了膜，再去清理，还是要费上不少的功夫。再有就是这种滴灌带呀，也是到处都是，每次要拆卸，然后翻土，弄完之后再把它装回去，也是麻烦。所以我们这个极简种植方案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种的这些品类啊，除了这地里边自生自灭会有一些青菜呀，有一些香菜啊、小白菜、大白菜，或者羽衣甘蓝这些胡萝卜，剩下其他我们种的，你像这毛豆啊、西红柿呀、豌豆呀、四季豆呀、西瓜呀什么的，就这些。其实呢，都是属于好种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长出来之后，我们后边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少，尤其像豆类，这长出来之后，最多做一次中耕除草，然后其他就什么都不用了。你要是懒的话，有时候，如果草地里边长的草不多，中耕除草都可以省掉。然后可能。像是番茄和西瓜这种，后边会稍微有一点点工作吧，就是你像番茄呀，要给它掐尖打枝，这就取决于自己了。你如果是不那么频繁的去处理，那也能结不错的果实和有不错的收获。然后西瓜一般我就是3瓣整枝嘛，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就是在它大概长出来，然后抽穗。我想想，可能30厘米，或者是差不多吧。然后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开始有侧芽，很多侧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主要留3蔓，根部附近留2个，然后把主蔓留下来。这样的话，其他的那些上面的分支就尽可能给它去掉。你可以偷懒的话，就去那么1次。如果是有功夫的话，后边可以。每次过来的时候再稍微的去一去，这样的话就可以长不错了。然后像我这地方呢，每年雨水还可以，所以像这些蔬菜什么的种下去，除了早进，像这些刚才看到的番茄，还有埋下的这些瓜类种子，我都是就是埋下的时候浇1次定植水，或者种子给浇1次水，后边就再也没有管它了。而且也确实不用管，就让它们自己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收获都是很不错的。西瓜和番茄后边，做果之后，或者是开花前，可以施点肥。我一般是等它果实坐住了之后，给它追1次肥。像西瓜这种，你给它追点这个10/10的复合肥，或者是追那种有机平衡肥，都是没问题的。西红柿就是追这些低氮、高磷钾的这种肥料，这样就会长得非常不错。西红柿呢，小番茄就没什么其他的了。大番茄可能你还需要看看，如果是缺钙，补点钙，或者是如果不确定的话，但是每年又有起腐病，你可以喷一点那个叫 Rot Stop 吧，也是属于有机的吧，就是给它喷在表面，这样的话能迅速给它补充钙呀，防止起腐病，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不缺钙呀，或者你起腐病发生几率几乎没有啊，这个也不需要了，就是肥料的时候地里补点钙肥就够了。
土豆是因为家里土豆发芽就随便埋进去。后边要做的事儿呢，就是培2次土，对吧？两边的土稍微的培一培。我们之所以今年茄子种的比较少，就是因为茄子管理是有点麻烦呀。你不光要打枝整枝，最主要的是病虫害太严重了，不像其他的这些几乎都没有什么病虫害。那茄子你不管它，那跳虫很快就把叶面吃成网纹状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吸收营养了。这茄子也就别想有什么好的收获了，有可能连果都结不了。所以茄子要老是去给它做虫害的管理。哎呀，从大菜园出来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些当时种的香草 herb。看这牛至、鼠尾草、百里香，然后这个是薰衣草，然后迷迭香，匍匐状的这个迷迭香，这长得其实也挺快的，感觉没种多久。像这百里香都开小花了。啊，韭菜这些我们也不想再割了，自己吃其实割很少的就够了，其他的就让它们自己长到夏天开韭菜花。我们今年还是得收集韭菜花做韭菜花酱。这边老的小的菜床的菜园，今年几乎是没种什么东西。这是麦麦豆豆的小花园，现在的花也长起来了。然后薄荷这一片，这边也是他们的小花园，但是这应该是长的杂草。这个是茴香，居然长了一棵茴香在这儿。啊，这一片他们本来也是想种花的，现在都被薄荷给侵蚀了，有1/3多了。2个小朋友自己也没管这块，他们也没种。这是老的大棚，自从坏了之后呢，感觉就荒废了。现在就保留了里边有2个大茴香，就能长很高的这个。这儿2颗，基本上就是这2颗就够我们做馅儿啊，或者是吃茴香用了。这边呢，好多菜床也是今年没种东西，种东西的就是这去年的大蒜。哦，已经开始抽蒜苔了，看，蒜苔又抽出来了。这个再过些日子可以抽蒜苔了。接着就是韭菜，韭菜地里这些地方还有这种野生自生自灭的藿香。这韭菜这边是另外品种的大蒜，我一般是音乐大蒜还有格鲁吉亚火2个品种，现在已经是每年都会种一些，这样可以把这2个种子给它保留下来。这个看这蒜苔抽的更大一些，感觉已经可以吃了，这应该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把它扒下来了。剩下2排是里面有一些去年的大葱，这就留着收种子了，已经快开始形成种子了。等它最后干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剪下来，就放到盒子里边，给它使劲的抖一抖，这个黑的小的种子就可以收集下来了。这边还有点大葱，剩下的里边还有2个是草挺多的，另外2个里边一个是空着的，还没想好种什么，或者就不种东西了吧。然后另外这里边也是有点乱，但是里边是有一些菜的，有一些羽衣甘蓝，当然更多的是草。这片还有一片当时种来吃蒜苗的这种大蒜，这草也是没除，没顾得上。这一片今年我想收拾收拾，因为丝瓜还没种呢嘛，这儿给它买几个种子，种丝瓜。当然我们丝瓜也已经给它催出芽来了。这边有2排，左边呢是荒废着，我得拿割草机把草割一割。右边的这一排是收拾出来了，现在这也是种了豌豆。哦，这应该还是甜豆，我忘了我种的是甜豆还是荷兰豆了。
是这种，然后种了一些四季豆，这边四季豆更早一些，种的更早，就已经看最大的都长这么大了，再长长就开花了，可以结豆子了。这边，然后那边的芦笋，这边芦笋也是，哎，今年也是没顾上，看都长这么大了。这些都是因为长太大了，只是把上面的尖儿给它扒下来。我们其实也是炒了好多次了，这应该把里面的草好好清一清。这四季豆还有豌豆中间这一块被网给围住的，是种的佛手瓜。这佛手瓜呢，其实是很奇怪的。我就是怕鹿，因为吸收往年的经验，就是怕鹿给我吃掉，所以我拿这东西保护起来了。但是种下没多久，上边抽出来的那个比较长的那2个芽子都被什么东西给我吃了，有可能是小兔子，因为这种网防不住兔子进来的。然后后边还好，就是又长出2个芽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得想办法再围一个密一点的网，这样小兔子就进不来了。这就是这一片小菜园的情况了。最后就是这一片蓝莓地的旁边，这旁边前2天这边是埋了一些贝贝南瓜的种子在这儿，然后还埋了一些西葫芦。这一排前边挨着草坪的地方种了一长条的毛豆覆盖作物。前边这儿呢是种了豇豆，然后再往前的一半是种了一些黄瓜。当然，黄瓜就属于这些里边不是特别好管理的了，因为黄瓜等它出苗之后吧，看看情况，我这儿肯定还是要把滴灌接回来，因为黄瓜是自生自灭是不行的，得需要人为给它浇水。如果不接滴灌的话，那就是每2天或者是最好可能是每天都得过来给它撒一遍水，还是挺费功夫的。然后爬架子还要给它绑枝，因为黄瓜属于这种爬藤类里边最笨的了，自己上不去。西红柿呢，看这种，这都是我们自己育的小的这种西红柿苗，各种各样的品种，这大概是有5、6种吧，不同的品种的西红柿。然后最前边的是honeycomb 的小番茄，樱桃番茄的品种，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那个最甜的品种。剩下的就都是各种各样的大番茄品种了，有白兰地酒，有 Cherokee Purple 紫色切诺基，还有一些草莓番茄。想想还有什么品种来着？哦，对，还有一个品种是普罗旺斯，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种。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那边是种了几棵青椒，大概有7、8颗的样子吧。今年我们没种太多，因为种多了好像也吃不了，然后都浪费了。西红柿我们种很多，是因为西红柿的话可以把它切碎之后装保鲜袋，然后冷冻，最后到冰箱里边可以冻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冰柜里边还有一点，然后2个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西红柿的汤啊，或者是番茄牛腩呀，或者是他们最喜欢的是疙瘩汤，就是西红柿和这个面汤面糊做的那种疙瘩汤，那味道相当不错。如果是买的那番茄，根本就熬不出那种味道来，就家里边自己种的，哪怕是收集起来冷冻了大半年的，感觉那味道也比买的那味道滋味浓多了。所以西红柿是比较有价值，而且好保存。苦瓜我们今年种的也晚了，在这个地方埋了6颗苦瓜种子吧，也是催过芽的。现在看看能出几个吧，哪怕这块只出2颗苦瓜也够了。如果6颗都出了，其实有点密了，我们可能会给它挖走2个，放到别的地方。当然多种点，就是为了防止它这芽子不出，或者是被什么虫子克掉啊。果园那边呢，我就不过去看了。那边除了覆盖作物那片有些菜，然后也有一些冬豌豆什么的。其他的就是柿子树底下有好多的香菜，
那块儿现在没打药，所以等下我可能还可以把那些香菜剪下来收集起来，做一些什么原爆肉啊或者原爆什么的。然后后边如果是开始在这附近，比如说柿子树要上蚜虫了之后，那就要喷药了。虽然是有机的嘛，但是你喷完了之后，比如说哪怕是苦楝油，你喷完之后最好这1周也不要去割那个香菜了，那毕竟还是喷过东西的嘛。那边果园已经带大家看过好多次了，就不再去进去了。这边盆栽的蓝莓，基本上这果子能坐住的也坐住了，坐不住的也都掉了。花盆儿最后还是会受它这个盆大小的限制。这蓝莓长很大颗了，但是它的果实呢，其实做的并没有这么大颗蓝莓该有的那效果，就是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还是像上次说的，今年秋天的时候换次盆儿，或者我干脆就移地栽了。这边是黑莓，地上长了一片。哦，我们还有一点没种的东西，就是秋葵。我在想，是不是把这块的地稍微的整理出来埋上，或者说这儿就不管了，我在这种毛豆覆盖作物的地方，比如说这间隙的地方，种上个4、5颗秋葵，但是很可能它长大了之后会挡这一排爬架的豇豆或者那边黄瓜的阳光，所以可能还不行。大概这种位置也许是可以的。我再找吧，找合适位置。这秋葵早期它长得小还行，到后边长很大颗之后，这个周围什么东西都会受它影响，所以还得找一个不碍事儿的地方。哎，看这个地栽的蓝莓，这别看它蜘蛛长得小，但是它上边这果实啊做的，你看这一上边，这两面都是能结满果实，它坐果率会高很多。今年我看下边又抽了好多的新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嘛，容易发力生长了。等它新枝长出来，能把原来这种老枝子逐步替代之后，那就能长得很旺，长很大一颗了。原来的这种枝子太老了，没更新出来。哦，看下边这种新枝，将来能长成主力枝之后，这蓝莓就可以发力长很大一颗了。这原来这种东西都是从苗圃买回来之后，那种感觉是挺老的枝子了。这种就是生长力挺弱的小的蓝莓，这越小的苗感觉长的速度越快。这颗蜘蛛也是比较单薄，它上边的挂住的这些蓝莓看着还不错。这个不好的是下边今年又没有长出新的蓝莓的苗来，这是不是特别好的现象了？这一颗倒还好，有新的出来了，这种下面有新小苗，这就是有希望的。哎呀，无花果啊，从地面钻出来的就是这样，最大的才能长这么大。按正常来说，像别人盆栽或者别人种在棚里的，也就是说我这地区别人种在盆里的这种无花果呢，现在已经是长很高，上面都带着果子了。这种现发的芽从地表或者是根部出来的，长得就特别慢。最后能吃到的无花果也不是很多了，因为成熟时间不够，只能有很少的一批最终是成熟，能给我们吃。这野桑树啊，被我修剪过的野桑树，看这个桑果长得还是挺诱人的。等它都变紫之后，我估计应该是比往年会长得大不少。因为青的时候，我感觉就比去年或者前年的要大好多了。像这种，这边是家里边种的桑树，伊利诺伊的长青桑树。看它的果子的长度，就明显要比那种野桑要长多了，而且能明显感觉到这是像是果桑那种嘛。最后吃的时候口感也要更好，更细腻，更甜，然后那种籽颗粒是更小，几乎是吃不出来的。哦，看这儿，这已经有点泛红了，
发红发黄，这一个快熟了。这个桑树的好处，它的果实是一批一批熟的，理论上应该是能延长到1个半月。你像其他的桑树，可能2、3周就没有什么果子了，一下子都熟了。这种呢，能延长1倍或者是更多的时间，对家庭种植来说还是更有好处的，可以吃得更久一些，也不用着急。因为一下熟了之后没办法储存，只能摘出来做果酱或者就丢掉了。这种慢慢吃的话呢，1颗就足够了。哎呀，山楂树，这山楂树这花也都谢了，但是今年这效果又不是很好。虽然花和果实都不少，但是还是开花阶段就受真菌感染特别的严重。开花阶段呢，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除了一些生物的杀菌剂，别的又不能喷，所以真没辙呀。生物杀菌剂那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看看后期能有多少长成正常的山楂吧。后边是任重道远，还得经过好多的磨难呢。看这果实上面就明显有很清晰的这种感染的痕迹。远处这几棵香椿树，这上边掰过芽子之后，这叶子又长起来了。看这种小红芽又可以掰了。哎，不过每次都是没有的时候特别想，有了之后吃过几次之后就没有什么动力过来弄它们了。这个长得这么大了，但是还是很嫩的。行，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主要是介绍一下今年的菜园种菜的情况，当然也有附近的这些果树的一点东西了。主要一个思路呢，就是减少自己的劳动，然后能把这地利用起来，又能有点产出。所以也没像以前那样种好多这种难以维护和管理的东西。今年就是佛系种菜了吧？佛系种菜，极简种植。哦，这玫瑰花全都开了，今年开了好多呀。这边已经耷拉到地上了。